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Leo 是一位投资 A 股的私募基金经理，他曾经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股票市场充满信心，也曾幻想着能够伴随着中国互联网巨头的成长而致富。他说自己以前应该算是小粉红，甚至到现在也还是用华为手机，但在去年底他清掉了自己的仓位，开始投资美国指数基金。在这期节目里，利奥跟我分享了他对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的信心是如何逐渐瓦解的，以及他会给亲友什么样的投资建议。利奥你好，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和这个投资是有一些关系，对吧？我毕业之后呢，先去了一家券商，后来去了一家这个中游的一个公募，当上了这个公募基金经理，现在呢也是在做私募的这个投资，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大概这就是我在这个行业的经历。做基金经理的时候，你买和卖什么？你们主要的决策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这个大盘整个的趋势，还是根据行业，还是根据这个公司的这个业绩？一般来说都是从基本面出发，我们都是通过企业盈利的状况去选择公司。所以就是当你拿到一个新的行业，因为每个行业它也有细分行业，你去给它细致的划分，然后呢去跟踪把里边的公司分为3、6、9等，完了之后呢去看，完了之后呢就是你在研究这些公司的时候，还有每年的行情的话，其实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就是当前这种状态所处在你观察这个行业，这个公司处于什么阶段那它未来的因为你炒的预期未来是往上涨还是往下跌，那你把这种往上涨概率大的东西选择出来，然后再加以配置。这是行业内的。那这个宏观上的也是，这经济周期一般小的。经济周期一般3年半左右就一轮，完了之后呢，那现在是什么状况？哪一些行业大的行业稍微概率大一些，完了政策上有支持，然后你去配置其实还是找规律，因为这里边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定价的这里边，因为整个市场可能在就是80、90万亿吧。那你看这个公募原来的时候从2万亿的时候可能还少一点，后来应该扩到8万亿，它等于总市值里边的占比就占的比较多，而且尤其在流通，这总的市值80万亿，流通的可能就40、50万亿，它的定价权就比较大了。另外呢，外资从14年7月份后来放开之后，老外就是每年其实大概是净流入也是那么3、4千亿，完了规模2万亿，就是它也有定价权。另外的话呢，就是一些这个私募还有这个产业资本。这些有定价权的，其实像公募买进去吧，它都是持有时间比较长，它不是因为它趋基本面，它不是今天买隔2天就卖，所以的话呢，这就会形成一种就是抱团效应，也就买进去了不卖了，完了之后其他的散户交易呢，可能这个股东户越来越少，那你单一股票的户均市值就比较高，你比如说像茅台市值这个将近2万亿，完了之后呢，股东可能才10万个，你一除。你就知道它的户均市值呢，就是平均一个账户呢拥有3、400万，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小散户才去定价的。所以机构买的票其实就是其实都会形成一种就是机构抱团，完了它户均市值比较高，大家都有一种趋势。完了只要像尤其你换仓比较慢，这个当你业绩做得好呢，有人申购，你的规模大了呢，你就继续买你自己原来重仓的股票，那就是抱团继续加强这种效应。其实这种的话呢，在每一年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这种权益它的规模在往上扩张的过程中，这种效应就会更大。我这么听着来说吧，我觉得那你们实际上这种的操盘的这样子的原则，实际上和境外的这些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好像感觉还是比较像的，是吗？对，还是基于 EPS， 就是企业盈利这种状况去进行，就是但是呢 earnings per share， 对，每股盈利的这个来去追的。但是呢，大部分的话呢，还是盈利贡献可能占比和估值贡献占比，我就是你每年要去做复盘的统计的话呢，它可能有不一样的情况，但是盈利贡献我是统计从2001年到现在，不算2023年，2023年出问题了。到22年的话，基本上就是盈利贡献都能占一半，也就是说呢，剩下的时候呢，可能炒主题、游资什么的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概念瞎炒，它都是一阵一阵。但你只要遵循 EPS 的话，在过去这个你看01年到22年这20多年里边呢，你至少是能够就是说想亏钱其实是挺难的
啊，就基于基本面，是吗？所以那你这有一些很多小散户要气死，你说？就是你基于基本面的这种原则去做的话呢，还是就是胜率是比较高的。就是这种状况呢，在23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不一样的这种状况，尤其是从这个7月底以后，啊，就可能是开完了这个政治局会议、经济会议，啊之后，老外开始撤离，完了之后呢，市场上就是完全混乱了。基本上来说，就是这么多年了，我统计的这个就盈利贡献的这个，在去年下半年是完全不起作用了。就是市场就是一种混乱的状态，你比如说像那个有些指数的，你比如说创业板指的年线呀、20日年线啊，就这种东西，大家原来老是觉得这种市场底啊，其实都被打破了，就是就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股市形成了很多规律，在去年的下半年其实都是无效的了。就是市场已经是你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去年7月底的这个政治局会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个市场一下子就变了？外资为什么撤走了呢？外资撤走的话，就是刚才也跟您说了，这样一般经济一轮小的周期就3年半，从21年的1季度，就是那个就是等于企业的盈利这个 ROE 就开始往下走，完了之后呢，它就等于就是等于咱们这边呢限制了一些这个就不再投资了，就是限制了一些产能的限制。完了，从21年的1季度开始，它是企业盈利的巅峰，然后它就是逐个季度开始往下走。21年3个季度，22年4个季度，到23年的2季度，其实这就已经九个季度了。它只是在23年的1季度的时候，企业盈利涨了一把，就是疫情放开之后第一个季度涨了。完了后边从2季度开始，这个本来是应该你这企业盈利再往上反弹了，按照原来的经济周期的规律，但是2季度结果是经济大不如预期，从4月底开始，然后3季度也不成，现在其实按4季度应该是还是不成，就等于现在企业盈利在那个7月底那时间点，就是该企业盈利该继续往上反弹的时候，结果不反弹了，就下去了。完了之后呢，中美关系有时候不太好，完了之后有一些战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因素，而且7月份呢出了很多政策，其实他当时里边像这些反垄断什么的，说这个要放开，但是你发现那个出了那31条那个文章里边，从20几条之后，后边又是一大堆的关于你要一切要遵循党什么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几项基本要安全，对，又是这些了。完了，老外就可能是看到这些，就你又空喊口号，完了又不实际，完了企业盈利又开始下滑。老外就是从8月份开始的巨额的这个机构，基本上就是从21年的到去年的这个年中，它其实的赎回并不大，就是还是大概在7点多万亿、8万亿左右这么的待着，并没有大的赎回。但是从3季度开始，我印象3季度可能就是已经开始净赎回的这个赎回1500亿，完4季度应该也是在大概这个规模，也就是权益它也是一个减量的这么一种状况。原来在市场中定价能力比较强的这个机构和外资，现在都出现了这种缩量的这种效应，所以他们就没有定价权了。完了，市场中呢还是有很多一些活跃的这种游资。炒主题，完了之后呢，在那时候就是华为啊什么的一些主题，当乱七八糟的这种炒，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很短很快，而且在这时候就是量化，就是这里边前一阵子出的那 DMA 的那些东西，就是炒微盘，就是市值非常小的这种乱七八糟的股票，就是里边这个量化加游资在里边折腾，出于基本面的机构跟这个外资等于没有市场的定价权了，所以去年下半年就是这么一种状况，一直到现在，没有发生，就是没有看到任何转机。说白了，虽然说可能节前国家又拼了命的自己买，但是呢，就是每个市场底部一般都不会有这么大的成交量，这2天的成交量都是上万亿的，就说明你虽然国家队在买，但是还有很多人是在这个位置上卖出去的。他卖出去的话，其实是对未来还是非常的不放心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短暂，国家可能而且国家的弹药到底有多少，其实这都是值得质疑的。节前过了个好像是好年，但是后边我觉得
依旧不容乐观啊，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个股市的规律都已经无效了，现在就是这种状况。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才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一个团队的努力，感谢那些已经积极捐助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大力支持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免费的播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捐助的队伍，让不明白播客能够更持久地陪大家走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支付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谢谢大家的支持。就哪怕就是很多人就认为中国股市从来不是一个正常的股市，但是我刚才听你说的，实际上它还是有自己的规律所循的。机构投资人他们还是要看这个单个公司的表现、业绩表现，还有行业的这种前景，然后还有宏观的就是在你们看来，业内人士看来，就是你们还是有这种的规律可循，而且这个股市至少就是经济表现或者信心的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晴雨表，可以这么说吗？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太复杂了？是因为股市它是基于这，因为你看股市你看这沪深300这个300只公司，就市值最大300家公司，他们总市值就已经50多万亿了。你中国 GDP 才120万亿，其实它占比的权重是很大的。它这些企业的盈利状况，它就是能够反映中国整个中国经济的这种状况。我们就在这里边，就是即使大的经济不好，也去找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就永远就是原来都是永远都是乐观的，总会找到一些结构性的这种东西，然后你去配置去下注。就是虽然说刚才说的，那现在你觉得是没有了这个信心了是吗？也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因为现在是24年，它现在只是到了2月份。完了呢，年报可能是业绩预告出了一部分，完了一季报的状况没有出来，可能是通过一些大家的一些盈利预测，以及某一些行业，你比如说一些必须消费的一些行业，还有像一些困境反转的，比如说那个猪肉啊、棉花，有一些东西可能大家预期能在24年会有一些的表现，但是现在就这个刚1个多月这个。是否实际的情况和你的预期一样，现在还不太清楚，可能大家还在观望着。比如说出来一季报之后，这个结构化可能会更明显，它还是会有一部分的板块会有这种结构性的状况。就即使是一个减量博弈，它毕竟也是一个公募跟外资也是将近10万亿的这么一个大的资金，它也会当里边有一些零星的东西，还在能往上涨的话，那它资金就会扎堆的去报。就是你说完全没有，就现在只不过是经济数据还没出来，就新的经济数据，所以大家还是一种观望。但是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就刚才我说的有些行业，大家还是在去配置啊，只不过是仓位现在还不太高啊，是这种状况。有不少的散户到美国驻华使馆的这个微博下面去留言，就是有几天就是实在2月初的时候，这个市场的行情实在太差了。你怎么看这样子的行为呢？你觉得散户他们损失很多是活该吗？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愤怒要去抱怨呢？回到刚才说的，就是你看沪深300和这个标普500这个指数，原先来说的话呢，它俩是共性的，就是你要是拉张图的话，都是一起往上涨，一起往下跌，一起往下涨。但是这个分歧点就出现在了21年的年初。因为在20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这边开始12月份出了那个反垄断，就是把这些腾讯、阿里这些巨头们给咔嚓了。中国跟美国的分歧点就是从这边开始的，沪深300和这个标普500就再也没有这种原来一起分这种状况了。虽然22年可能这个美股也跌了，A 股可能也跌了，但是呢，23年的话，标普500可能涨了10几个点，纳斯达克涨了40多个点，然后沪深300这边又跌了10多个点。老百姓都看着全球其实不止美国了，可能就除了一些少数的什么越南这种还有点共产主义的这种市场还没怎么涨以外，其他的市场全都是一片红，也就是全都是上涨的。对于很多一些散户人员，比如说富途，原来可以上线，后来这2年他也把那 APP 在国内就已经也是给禁了。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年纪稍微大点的大妈，你让他先进的手机还操纵不了，你让他去买美股，除了 ETF 啊，
除了就那个 ETF，你可以配置，基本上也就没有了。完了，那可能是他是看到这个巨大的差距，去年差了那么多了，今年就是还想着开门红呢。结果1月份就一下指数跌了10几个点，那你这个指数跌10几个点，那因为老百姓他买，你是说10%几？对，指数跌了10%几，那里边的个股可就不止10几了，20、30，而且散户他如果是买的个股，那就损失就不仅是10几的这个了，那真的是一种绝望的状态，有可能，而且有的可能还，那比如说这个用了一些融资的方式，比如说是为了去还房贷，还有这一些这种其他的一些可能有杠杆的一些效应，那可能损失更大。一个人一带动这个，因为正好这1月份的时候，纳指也涨了不少，尤其那像英伟达什么的这些涨了30%多，完了，哎呀，中国这边就是巨大的差距，让他们心里真的是，这可能都是一种后悔啊，或者一种难受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就去这儿发泄去了。当然就有不少人会觉得是说这些散户的活该，你不能把股市当成这个赌场，如果你把股市当成赌场，那你应该是认赌服输，对不对？对，是的，他们这个其实就是，这也是从那个刚才说的那个19年那一波，就是原来的话市场上大概就是就是注册用户可能就是1亿人，完了之后呢，因为这个一些支付宝啊，这个东方财富这个它这规模就到了3亿人，很多一些你比如说中介，房地产中介那个就是他们赚钱并不多，但是从里边拿出几千块钱2、3千就去买股票，就是从19年开始就会，就它这个股东户数一下到3亿多，它确实在中国这人口当中就是占比是挺高的，就是19年这波规模扩张，所以它这个很容易产生共性。对，但是说句实话，美国人也有很多人都去投股市，当然他们可能投这种的 ETF 这个基金的这样子指数基金的是比较多一些，但是大家去投资股票想要挣一点钱，这种的想法其实没什么错，对不对？也有很多，你说美国人他们去投资，他们也是觉得那我可以我的那个退休账户可以更好一些，我可以挣钱买个房子车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填补一些，我觉得也没错呀。美国是因为美国它这个社保的一些资金，可能它可能大概多少400多万亿吧，就是它是这个跟养老在一起的，所以国家是为了也是对这些上证指数很重要。我们这个 A 股最开始起来，它是为了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最开始90年那会儿起来的，它是为国有企业融资起来的，而且呢在 A 股这里边呢。后来说，它主要还是起到融资这个作用，并不是像那个美国那种养老那个真的是不能跌了就老百姓没钱养老了。咱们那边还是为融资这个股市的这个根本目的，这个没改变。所以那为什么老百姓都要去投资呢？因为你那个像这个，尤其原来还有点理财后来这个改革之后，前一阵子这银行的这个缩减，这20万亿的理财现在也缩到几万亿了，就是那你利率的话，像今年保险的利率也降到3以下了，就是你没有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你没有更好的这个没有投资的渠道，对，没有什么投资渠道。完了这股票房子现在也不行了，是吧？对，是的。完了这股票的话，你买了之后，它就立刻能你今天买，过一会儿就能给你反馈了，涨了，立刻喜悦情绪就来了，所以它也是能有一个短期的这个多巴胺的这种效应，所以他就很多人多巴胺，我就往里投一点，对，所以就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他大概真的有3亿多的这种规模啊，都是多少都是买进去了啊。你在给我写的这个私信里面，就是你自己说了，你是去年11月份已经把 A 股全部清盘了，然后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美股，你能讲一下，就是除了你前面讲的，就是从这种的市场的这个层面上来说，你觉得就是这个市场原有的这种的机制给被打破了，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原因是你决定就是说这个 A 股市场我就洗手了，我不干了？其实就是不断的复盘去找这个到底是刚才也说了是什么原因去影响的这个就是等于是市场这种状况。
就是而且你要看这些原因是否已经全部爆发完了。你比如说房地产，这是一块儿。那恒大当时的时候是恒大那个破产，它当时是，可能12月几号，12月7号左右，当时是那个时间点。就其实就是我在当时想，地产这个问题呢，你说已经出清了吗？没有出清，就是它到底最惨的那种状况，破产那个没有结束的。另外的话，在那个时间点呢，他发了那个特别国债，说发了1万亿特别国债，实际上发了2万亿。完了之后，这2万亿呢都是，其实就是给了这个地方政府，让他们去补充他们的这个城投债这些乱七八糟。就是城投债的这个问题，它也没有就是爆雷，就是它的那个底也没出现，就是爆雷了，可能利空全出尽了，就这2个没有出尽。另外的话呢，就是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就是，你看出生率这个去年应该又是一个已经跌到这个建国以来的最低了吧？这个东西它还也是在往下走。我们知道的一些风险，就是它还没到它的最底端，还没爆发。你爆发了，可能之后因为股市它爆发造成的损失会反映出去。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就是当时主要是市场超跌，它的乖离率呢是超跌状态，所以它会有反弹。但是反弹完了之后，它的这些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出清，没有发生，那后边肯定还会反应。就即使像现在这个年初1月份可能这个跌了一把底部，但是拉起来了，之后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它还是没解决。那后边的话呢，它还是会发生更惨的状况。所以就是你只要最惨的东西它没发生，那我觉得这个市场就不会见底。那后边涨多了，它又会跌下去。完了之后，其实你也可以观察这个，就是你做完这个判断之后呢，你也可以观察这个市场。比如说这个后边没风险了，那市场它会就是里边资金可能它觉得没风险的时候，它也会往里加大配置，它加大仓位，那就会又形成了某一些行业的抱团。但是实际上你看，从那个12月份开始呢，它又进入一种混沌的这种状态，说明里边的资金也是这个毫无头绪，对后边。它包括它成交量，那会儿的时候，成交量也没有说是放大，就是大家可能都是跟我这种想法，都觉得底部还很远啊，所以我在那个时间点就趁反弹完之后我就出清了，因为今年的这个4季度的经济数据，我又担心这些数据可能又更差。刚才也跟您说了，可能到一季报业绩出来之后，可能它又会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会出来。你在你的私信里面就是还跟我说，就是对于这个国家整个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走向，其实也是你的对股市的判断，这里面的因素也是有的，是不是？是这个其实你要从这个 ROE 你要去总结，其实从2015年的时候，就是国企的 ROE 的那个就企业盈利的这个净资产回报率，它就是国企的就已经超过了民企。民企这里边呢，就是当时还好，就是包括你去看一级市场也还行，就因为那时候还是那个万众创新互联网那会儿，那个时代，完了腾讯、阿里那些，它规模还在庞大过程中，一级市场可能当时那会儿可能一级市场规模2万亿，可能有一半的钱都是这些巨头们在投的，大公司的，对，但是后来你发现就是。一级市场它也在变化，现在转到现在，可能80%的资产全是国有企业的那个基金来去控到了，外资少了，完了这个互联网巨头出资也少了，就等于一级市场它也变成了国企引导的了。完了这个企业盈利的话呢，民企的这个 ROE，从15年开始就已经比国企差了，到现在这种状况还是就是比较差，而且现在可能今年3季度。整个所有企业的 ROE 的中位数已经是负的了，就是负的了话，那里边的国企又比民企好，那肯定民企的 ROE 的中位数现在都已经是负的状态了，就是这些国企它还有一些垄断的这些银行啊，这些东西。为什么民企会变成这样子呢？因为很多民企啊，它也是跟着这个房地产，你比如说建材，它也跟房地产这个行业是有绑定的。你包括沪深300这指数里边，其实跟房地产权重绑定的也得有30-40%。你这个住房不炒，尤其这个21年之后，这个地产一折腾，那你地产链的这些企业全都不成。完了，包括刚才也说了那反垄断，那腾讯、阿里他们解决的就业，还有它关联的下游的这些民企，那就多了去了。完了，那他们上边这个被折腾了，那你可想而知后边底下关联的
有营销的、广告的，这些都会受影响。所以就是地产跟这个巨头这两波一打，关联的民企很多很多，下游的那全都受到影响了啊，就大体是这么这两个点吧。对，那你还是在做这种的基金是吗？对，但是说真的，就是注意力也都是往这个海外去看了，就是那 A 股现在其实都是垃圾时间，就可能等一季报出来之后再看看，更多时间。那你刚才说你 A 股的清盘是指你的基金？你管的这些管的钱都清了。你们这个 portfolio 是吧？都自己的话，自己配置的话，因为我是从2017年开始就是炒美股嘛，就是自己还是配置海外A 股没有，因为我们从业就不允许炒 A 股，所以就是你就只跑这哇？那你是因为这个还真的是好了是吗？对，但是我们也会申购基金，那个就是其实也是买基金，但是。现在就是也全都没了，就是也是惨不忍睹是吧？对，基金是肯定不会推荐什么亲戚什么在哪，其实去年就开始让很多亲戚把他们买的那些基金全都赎回了。那你还真的是，那你都还踩的还不错了。因为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就7月份的时候你找不出，必须我们是找规律的人，必须你得找出一个规律来去解释这个市场的现象。那解释市场现象，刚才说了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那其实就像我们这些推特上这些大佬们分析的那样子，那这还是就是，比方说像许成刚教授说的这些，还是体制上的这些问题。那他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剑拔弩张的这么不得不发的这么一种状况了，所以，那既然这些东西能解释，那就是当前的中国市场是，不值得去投入太多精力在这上面了。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说中国的散户对于 A 股市场已经失去了信心吗？这么说算夸张了吗？失去信心肯定是存在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赎回，就是那个从去年3季度开始已经赎回了，也就是说触及它的底线了，它已经撑不住了，撑不住赎回都是亏损的，那肯定都是信心受到极大打击的。那个去年那个不是新发行的基金，没有人申购，只有自己，比如说他是哪个券商的自己申购了一点，就这两个账户就没人去申购了，这也是能反映这个基金管理的规模它在缩水，它就是说明信心没了啊！而且现在这至少连续2个季度都是在。就是总额在减少，就说明它现在是非常差的。现在也有一些那个宏观上他们统计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现在基本就是那个2022年年底的那个最低点，现在也基本上就是这种状况啊。就大家都不愿意花钱，不敢花钱是吧？也没钱花。包括这春节的这个发红包，大家连红包都发的都少了，那肯定都是钱少了，对。哇，这个真的是，那能说就是不光是对 A 股市场失去了信心，那也是实际上对整个的经济的前景，还有甚至对这个政府的这种的对于经济的把控或者是引导也失去了信心。就因为中国人以前大家都还是觉得政府都挺有办法的嘛。这里面我不知道这么说夸张吗？就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他可能不从事金融行业，他是从事其他行业的这个小伙伴，你比如春节了，我们聚会去聊了一聊，但是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不太好，但是呢，像我跟他们说了一些这种比较悲观的东西呢，但是呢，从他们的反应来说，因为都是北京人嘛，还是有很多都是这个。就是相信国家，就是还是就是心底下可能，因为我们可能都是这个85后啊，这种的就没有经历过那个，就是文革没有经历过，就是我们就有意识形态了，可能也都是那个94年以后文艺人这个粮票那个都取消了，都是后边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就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那个加入 WTO 了。完了之后都看着北京城的它这个变化，所以其实可能我的这同龄人里，就前一阵子聚会的时候，
我看大家虽然觉得不太好，经济不太好，但是那种绝望，就是像我们现在网上的这种，就是尤其这推特上的那种绝望，还是比较少的，还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能挺啊，就是这种状态，还没到那个。但是大家是承认是经济不太好吗？这个经济不太好，承肯定是的，就因为都是降薪，这个金融行业其实去年就已经降薪了，完了其他行业像年终奖，少发了的，这些都是存在的。其实我同学里边嘛，就是因为都是北京的，其实去年呢也有2个同学，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有2个就是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当时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聚会6月份的时候聚会呢，都觉得他们这种行为是挺奇特的，因为大家当时还是觉得在这边是这个有房子有车，完了都挺好，你非要降级，就觉得有这种想法。去跑得千山万水，然后过苦日子是吧？对，过苦日子，完了，而且都老北京人，他都是有车有房什么。这回的聚会就这个观点，我觉得就发生变化了，就是有更多的人他也是觉得这个，就不再对当时那种有一种轻蔑的那种，完全大家都是轻蔑。就那2个人那个，现在的话呢，就是有更多的人开始提到这些问题了，而且呢，到那个也有人都到去香港去那个办银行卡，就是那个，因为你每年有5万美金的那个额度，现在都已经开始提到这些了。然后就是他们以前没有问过你这些要去香港怎么开户？对，现在开始大家已经开始在谈到这些问题了，而且呢，也说了最后可能就是为了还地方债，可能政府人民币要发生贬值这些问题，大家也都是要小心这种问题的，就都开始讨论这个外汇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后路的问题，是不是？对，就是最坏的这种的，最坏的对，要扛，就可能他都是为那种最坏的情况做打算。所以你看这个半年的聚会，其实大家都已经有这种想法了。但是就是这样，他们还是就是把希望还是寄托在这个政府的身上，觉得政府可能 somehow 不知道怎么就可以把这个经济稳住，是吗？对，还是大家有这种希望。不像我，因为有些人他不像我从事做这个行业，他们可能做的是 IT 的，还有一些做银行的，就是他可能对这些深刻的内容他没有想的那么深。大部分根本上来说，还是我所觉得那种最惨的那种，像徐老师说的那种最惨的那种状况，可能这种状况的还是很少数的啊，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那你有跟他们说吗？我只是推荐了一下，就是说告诉他们应该去这样的。当然，这个有的同学这个能接受，但也有同学连就是那种，就这么半年的时间，你们这是北京老土著，这是最基本的盘。我说句实话，你们是最基本的盘。对，但是也发生变化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哇哦，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所以那我再问你，你是不是你的薪水也降了？去年？对，是的。降得多吗？%多少能说吗？就是没有奖金了。没奖金，你们这些金融行业主要是靠奖金的呀。这金融行业其实奖金占比是挺大的啊，但是没有啊。没有了。对呀。那真的还是其实挺大的。对，那确实是这样。那你觉得 A 股市场变成了什么样子？你有可能再考虑进去呢？因为 A 股市场它还是政策市，它反映的是政策的变化。除非这个政策又回归到这个就是鼓励民企，比如说那个巨头们这个公司的党支部全取消了，完了之后让民企又干活了，就是就包括你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就是因为民企现在的杠杆率是跟国企那差得太远了。那真的民企愿意往这市场里去投钱了，大家有信心去干了，我们是能够通过一些经济数据去捕捉到的。那民企它因为它进的钱不是那么容易，它敢于投，它不是那么快能出来。那我们也会相信这些，那跟着一起，但是现在是看不到的啊，所以还是要跟踪这些民企的这些，还是要对，其实还是国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是不是？对，因为这个
科技啊、创新啊这些东西，更多的都是需要民企去做的啊。这个原来其实幻想着这个腾讯啊、阿里啊这些公司啊，真的是也都是像像亚马逊啊这些巨头们这些能够数十万亿的规模，完了咱们拿着这个腾讯的股票是他的股东啊，跟着一起这个互惠互利，但是现在基本上这个梦想就暂时是破灭了吧？我觉得对国内只能去看海外去了。我15、16年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写一个关于中国科技的一个专栏，我当时经常写到，就是世界上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应该是上市公司，而不光是10家最大的这个科技上市公司里面有5家都是中国的，就是至少4、5家吧，当时都是中国的。那现在1家都没有。现在都没了，就腾讯市值还能排在前30，其他的都前30都进不去了。对于政府就是不允许卖出，我看的微信上面有个人应该是一个私募的基金经理在那写的，就是他想卖，然后他的那个卖出键都变成了灰色的，都没有办法点。这个大家是一个什么反应啊？其实因为说的那个人，他是一个 CF 私募，他们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们做量化，就买那些微盘股的。其实这些微盘股都是垃圾股，就是其实应该退市的。他们其实就是在从去年下半年为这个市场混乱做出了，就是其实它是负贡献的。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就是比较客观，就是你本身就是泡沫，就活该是吗？就是一种活该的这种状况。但是呢，但是国家队就是你不让卖，这种行为就是你规则，你既然有了规则，你不能就是你应该去执行这个，随便改是不是？你不能随便改，就是这不。但是其实这个事情从我加入这个公募入行就是经常的。就是这个不让你卖，就是其实经常不让卖。对，从15年到现在就是经常，但是有些时候是就比如说限制你净卖出，就你总额是不能是负的，不能卖出去。但是你内部的话，比如说你上午卖3个，下午卖3个，这是可以的，原来是这样。但是这回可能就是连那个卖都不让你卖了，就是确实是。都是可能这还是股市吗？股市不就是这个流动性比较好吗？你想卖的时候可以卖吗？对，确实自由，大家才选择它作为你对呀，明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会促成就是大家就是心里就是信心更不充足的，那更是短线。我持有你这股票，好家伙，哪天不让卖了，那怎么办？那都是更想去赚快钱。所以他这种行为其实只能是解了一时的这个把股价拉升下去的。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经济刚才说的那些雷也没有爆，完了经济又不好，那后边市场还会再出现这种情况。那再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国家队又怎么办呢？很多人也对这个新换上来的证监会主席有太多的期望了。但我觉得期望即使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回报的。他这个一个主席逆转不了大的趋势。对呀，证监会主席在中国那简直就是最容易被灭掉的官，是吧？是的，而且没什么存在感。说句实话，对，几乎每个人都是灰溜溜的下台的。这么多年，还套在里面的股民，如果他们问你是你的亲戚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我建议就是现在正好这个反弹上来了，上证指数又到2800多点了，那就赶紧卖掉，然后呢，割肉也要走是吧？割肉也要尽早的走，就是这国家能打的牌越来越少了，最惨的状况还没有到，所以这个底我觉得是深不可知的，所以如果还有亲戚或者朋友啊，都是建议他们趁着这个赶紧赎回了。你给我的私信里面说，其实就是你以前是一个小粉红，然后你一直都是看多中国的，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不再看多了？你现在甚至都在想要润了，你能说一下是怎么回事吗？因为等于我上大学就是赶上了那个
中国加入 WTO，我能看着北京的这个街道，在这个扩宽啦，楼盖高啦，这个原来在建国门这边只有一个中心的那个巧克力大厦最高的，后边各种各样的高楼盖起来了，这个地铁通了，我们是很就是我们那个生活是感觉到了，就是从03年到15年吧，大概这段时间感觉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感觉生活质量是提高了的。但是从15年到现在，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你的生活环境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完了，其实还有一些可能还是原来还有一些小商贩什么的，后来这些东西也都没了。什么那个天际线什么的，这个灯是哪天又关了，这些都是一些负面性的一些东西了。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是狼来了的故事，就是对我比较影响大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反垄断。我当时觉得这些巨头们，他们的市值，他们人均产能是最高的，科技含量是最高的，他们应该是科技带领着这个文明的工业化的这些进程的，所以他们应该是未来市值最好的公司。结果呢？你在20年底开始反垄断，怕他们做大，威胁到统治，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是狼来了一次，那第二次狼来了就是22年的这个11月左右的这个疫情，在毫无通知的条件下放开，那就造成了这个我们这个大家准备不足，药准备不足，完了很多的。小伙伴们的父母因为这个放开死亡了，我自己也得的挺重的，这是第二次狼来了。那第三次呢，就是这个20大的这个政治局换人的话呢，我们都是新的领导层，我们都会对新的领导层有新的期望。当时这个心理新政，我们认为你原来在上海做在市委书记的时候创造了科创板，这些东西应该鼓励着科技再往前推进，但是发现呢。这个其实就发现这个我政府现在就是空喊口号，这个出来个28条，出来个31条，出来个12条，结果空喊口号之后，但是没有什么执行的，这些原来反垄断的还是被垄断，教培的话被制约的话，并没有放开然后现在就是3驾马车，现在又开始医疗的也反垄断7年。完了呢，现在还有金融行业的开始降薪，就等于四驾马车的都开始折腾，就是并没有像我们之前预期的这样，就是狼来了喊3次那个你都骗了3次，你还能信吗？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让我这个小网红可能发生一些思考发生一些变化的这些东西。对，那你前面说你说你们同学聚会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你们有2个同学他们去润到加拿大，你说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对他们这个决定非常的轻蔑，是吧？对，就是我当时也很你自己，我没有想到，其实你当时就是其中的一员。对，我当时觉得他们阶级降级了，到那边的工作没有现在的工作好，挣的工资并没有加拿大挣的工资也没有在北京挣的工资多，完了觉得这个他们可能这种方式并不可取吧，当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1月份的话，就同学们再聚一起之后，我发现不仅是我变化了，他们也发生变化了，就是很多人就是就在去年下半年就是到香港出差到香港，然后办这个香港的银行卡。然后呢，就通过这个把这个每年每个人5万的美金的这个购汇额度会汇出去，因为他们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经济不景气，完了之后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所以呢，就是等于说都是提前为最坏的时刻做准备了。这回大家都没有人再去嘲笑6月份的2位移民的同学，大家都在向往他们，其实是而且。都这么羡慕他们是吧？对，羡慕他们。这个其实这种购外汇，这已经都是能体现出来。不仅是我，还有一些同学，大家都想着能润，就是能润的都是往这方向去想。当然有有老人有孩子的，这可能还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大家肯定跟6月份发生的
发生了一个巨变吧。那你自己也是想润吗？就是我也是因为这个也是这半年这个才想的，所以之前准备工作做的并不是那么充分。但是像原来的时候，你比如像香港优才什么那种剧，当时连想都连看都不看。完了，但现在呢，等于说这些东西看了，完了之后各个国家的移民难度可能也看了，可能加拿大是最容易的相对来说，但是我也没太想清楚自己要准确去哪。如果决定了之后，那就会义无反顾的这个一定要走下去。那你不怕阶级降级吗？阶级降级的话有可能，但是因为我们从事这个金融行业了，其实就是中国股市占全球股市大概是10%，香港股市大概占5%，它只是占这个投资的15%。你可以把精力转到海外去，转到美股，转到日股，就是我通过这个行业还是能够就是有一定的盈利。那如果真去了当地，那当地可能没有这些金融行业，可能有其他行业，那到时候再找其他行业。反正我觉得，只要你心里就是有信心，有坚定的这种信心，义无反顾信心，我觉得没有什么难的。对对对，好，谢谢 Leo，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